穿越斗罗，你成为七宝琉璃宗的孤儿。由于你长得太帅，宁荣荣每天围着你玩过家家，因此你也跟着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本想就这样度过一生，可6岁那年，你觉醒了青竹风云剑武魂，还是个先天满魂力的天赋选手。宁风致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。下一刻，韩宇的左手冒出白色光点，一个圆扁扁的阵盘出现，众人再次震惊，难道是双生武魂？此时阵盘开始转动，牵引着一旁的青色长剑逐渐靠近，分化出数道青色虚影落在四周。还没等执事发出声音，一个阵法骤然形成，以韩宇为中心，刚好将执事笼罩进去。所有青色虚影化作漫天剑影，锁定执事。只见数道光影闪过，宁风致出手将攻击尽数挡下。宁风致目光紧紧盯着空中破碎散去的剑影，这奇迹竟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，而且还是一个双生武魂，独自释放武魂融合技的恐怖存在，史无前例的天才。韩宇，冷静！宁风致轻声安慰，默默等待脚下的阵法散去。双生武魂，执事脱口而出，声音中满是颤抖。七宝琉璃宗今日收获一个先天9级，一个先天满魂力的双生武魂，崛起指日可待。宁风致极力控制着急促的呼吸，尽量维持宗主的庄重，开口道：“韩宇，你想拜见斗罗为师吗？”他相信等剑叔回来后，绝对会答应收韩宇为弟子。韩宇先是恭敬行礼，才开口道：“韩宇愿意，谢过宗主。”剑斗罗陈星在韩宇的印象里为人正直，实力强劲，他没有拒绝的理由。等下，荣荣也要让荣荣先拜见爷爷为师。好，当然可以。宁风致宠溺的笑起来，臭韩宇，以后本小姐就是你师姐了，看你还敢不敢气我？宁荣荣凑到韩宇跟前，趾高气昂地点点韩宇的鼻尖。宁风致会心一笑，问道：“你这2个武魂叫什么？”“我的武魂是青竹风云剑和通玄阵盘。”韩宇唤出2个武魂介绍：“今日之事不可外传。”宁风致眼神一明，望向一旁，是。执事连忙下去着手封锁。宁风致随即将柔和的目光落在韩宇身上，跟我来。宁荣荣抢先一步走在前面，韩宇默默跟在后面。3人抵达一座金碧辉煌的庭院，玉砖铺地，金丝楠木围住，尽显奢侈。韩宇，这座庭院你可喜欢？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。听说你喜欢研究阵图，我会吩咐他们去收集。宁风致随和地说道：“谢宗主恩典。”韩宇很喜欢。韩宇躬身行礼：“你先在此稍作歇息，明日剑斗罗会带你去获取魂环。”一旁的宁荣荣叉着腰说道：“我也要去。先天满魂力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哪像我的9级，稳扎稳打，一定能获得更高的年限。”韩宇却是陷入了沉思。他的第2武魂通玄阵盘可以辅助第1武魂青竹风云剑，但限制却是2个武魂相同境界时才能发挥最大功效。如果他等第1武魂满环后再给第2武魂复还，反而得不偿失。问题是要不要告诉宁风致呢？提升武魂品质的能力太过逆天，他不敢保证卡在魂圣境界多年的宁风致会不会起歪心思。宗主，韩宇面露难色。韩宇你怎么了？宗主，有件事情我没告诉你，其实我的双生武魂有缺陷，只有2个武魂同时吸收魂环后才能继续修炼，这个理由天衣无缝。宁风致闻言先是一惊，当察觉韩宇低落的情绪时，柔声安慰道：“无妨，我宗受武魂缺陷之苦多年，不照样成为了上3宗吗？不要因此灰心丧气，今后继续勤加修炼就好。”他误以为这个缺陷将导致韩宇不能等到封号斗罗后再开始为第2武魂附加魂环。宗主，剑斗罗还会收我为徒吗？当然，不要小瞧自己的天赋。宁风致摆了摆手，拉着不停回头的宁荣荣朝着主殿走去。刚才收到传讯，剑斗罗与古斗罗刚刚返回宗门，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2人。七宝琉璃宗主殿位于宗门最中央的高峰之上，平常只有剑斗罗、古斗罗2位封号斗罗与宁风致在此议事。大殿内，2位高大的身影立在门前，一人身着奇异盔甲，黑色长发，乃是古斗罗古荣；一人穿着朴素的蓝衫，身形挺拔如松，眼神冷冽，正是剑斗罗陈星。宁风致看见熟悉的2人，快步上前：“剑叔、古叔，你们回来了。”风致，荣荣呢？今天觉醒结果怎么样啊？古荣语气中带着些许急促。宁风致神色激动地开口道：“荣荣是先天魂力9级，觉醒了七宝琉璃塔武魂。”陈星嘴角露出少见的笑容，一旁的古荣则是开心地笑了起来。剑叔、古叔，其实还有个好消息，你们还记得和荣荣关系很密切的那个孩子吗？韩宇，对，韩宇觉醒了先天满魂力，双生武魂，一个强大的剑类武魂和一个阵盘武魂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这2个契合度极高，可以独自使用武魂融合技。什么？陈星和古荣惊呼出声。双生武魂，先天满魂力，武魂融合技，这简直是绝世天才。宁风致语气激动，而且是剑武魂为主导的武魂融合技。他的第1武魂名为青竹风云剑，第2武魂名为通玄阵盘，有瞬间凝聚阵法之效。古荣与陈星相视一眼，皆是震惊之色。宁风致说道：“但韩宇的双生武魂有些缺陷，2个武魂必须同时吸收魂环后才能继续提升。同时吸收。”古荣眉头紧皱，那他这不能先修炼1个武魂到封号斗罗？除了多个武魂之外，还有什么用？按你和那孩子所言，他的2个武魂应当会相互辅佐，做到1+1大于2的功效。陈星目光炯炯有神，自信开口：“相互辅佐。”宁风致和古荣投来疑惑的目光。武魂融合技只有2个武魂契合度极高才能做到，双方不可分割，反而受其限制，必须保持2个武魂持平。陈星耐心地解释道：“这么说，这是好事。”古荣脸上浮出笑容：“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陈星像是来了兴趣。3人离开主殿后，马不停蹄地赶往觉醒殿。3人来到觉醒台，这里还残留着数道剑痕，难以想象这些痕迹竟是一个
刚觉醒武魂的孩子造成的。陈星蹲下身子，手指触碰一道剑痕，忽的数条细微金色电弧从其中射出。以他强悍的身体素质，自是不必担心。转而仔细感受电弧的强度，好神奇的金色雷电，其中蕴含着极为霸道的气息。陈星有些难以置信，这些剑痕已经堪比出入剑道凝聚剑意的程度。那个叫青竹风云剑的武魂，可能比他预想中的还要强大。仅凭自身附带的雷电便能做到这种地步，那如果修炼出剑意呢？古荣也凑过来，对空间之力极为熟悉的他，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残留的阵法气息，这些能量团皆是堪比空间锚点的存在，将空气中的魂力强行引入，按照某种规律运转。古荣脸上尽是震惊之色，调动空气中的魂力，乃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才能做到的事情。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古荣之所以震惊，是因为韩宇极有可能已经有了领域的雏形，在如此年轻的年纪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宁风致听着两位封号斗罗接连发出感叹，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，是我言之过早了。正常双生武魂哪里比得上韩宇这两个武魂？古荣哈哈一笑，站起身。宁风致点点头，想起答应韩宇的承诺，正欲向陈星开口，我要收徒。陈星猛然起身，直直地望着宁风致。好，此事我早已问过韩宇。宁风致会心一笑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主动索要的剑术。一旁的古荣歪着头打量起陈星，心里生出个有趣的想法，今天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也想收个徒弟。古荣心里是真的动了收韩宇为徒的想法。很明显，韩宇的第二武魂与空间之力有关，与他这一身空间传承倒是十分契合，大不了让韩宇拜他们两人为师就好了。宁风致担心两位长辈会因为弟子伤了和气，开口劝道，不如问下韩宇的想法。好，陈星点头，没问题。古荣笑着摇摇头。宁风致安排其将脚下的剑痕修复，在韩宇成长起来之前，七宝琉璃宗经不起任何折腾，事关韩宇觉醒的一切消息都被宁风致严密封锁。将一切安排妥当后，宁风致带着二人来到韩宇的住处。韩宇，过来见一见两位供奉，这位是剑斗罗陈星，这位是古斗罗古荣。宁风致介绍二人的身份，韩宇拜见剑斗罗，拜见古斗罗。韩宇恭敬行礼，你就是韩宇？古荣微眯双眼，宁荣荣有了韩宇这个新欢，古荣自然是看韩宇不顺眼。是我就是韩宇。韩宇应声，感觉周围有些寒冷，一个透明的避寒阵法自脚下出现，将他给笼罩进去，寒意瞬间消散。古荣瞪大眼睛，看着脚下流动的魂力，就这么把他施加的威压凭空挤开，心中满是惊骇。他现在是真的想和陈星争一争这个弟子了。韩宇，还记得先前和你说的拜师一事吗？宁风致说道。韩宇点点头，望向剑斗罗陈星，小子，我和陈星都想收你为徒，你自己选吧。古荣将手搭在一旁的陈星肩上，陈星并未说什么，只是对着韩宇微笑点头。韩宇分别对两位封号斗罗恭敬行礼，便有了答案。恕韩宇得罪，韩宇资质愚钝，想拜两位前辈为老师。哈哈，好大胆的小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古荣问道。韩宇说道，两位前辈乃是至交，就算韩宇只拜一人为师，难道另一位前辈就不会悉心教导吗？倒不如一起让韩宇以弟子代之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三人皆是眼前一亮，情不自禁的点头。陈星和古荣相视一笑，好，我二人今日便收你为徒。弟子见过两位老师。韩宇认真的行了2遍弟子礼。宁风致满面春风，宗门入口前，韩宇、荣荣两位供奉会陪你们一起去星斗大森林，你们一定要听话。宁风致说道。是，宗主。宁荣荣站在韩宇身旁，故意把头扭开不看宁风致。原来计划由古斗罗古荣一人带着韩宇去狩猎魂环，结果宁荣荣强烈要求陪着韩宇一起去。宁风致将陈星也派了出去，两位封号斗罗保驾护航，以求此行安全返回。出发吧，陈星说道。古荣身前出现一个黑洞，独自一人踏入，消失不见。三人乘坐马车离开山门，马车内，陈星和两人相视而坐。陈星安慰道：韩宇，你的武魂缺陷不必担心，双生武魂并不是必须要先修炼一个武魂，武魂的强弱不是全看魂环，世界上只会有最弱的魂师，不会有最弱的武魂。见爷爷偏心，都不讲荣荣的武魂。宁荣荣偷偷瞄了一眼身旁的韩宇，等爷爷给韩宇讲完，就讲你的。陈星宠溺地望着宁荣荣，韩宇心中生出些许暖意。接下来，陈星细心地为韩宇讲解魂环吸收的要点。这个过程中，陈星发现这个弟子的经脉里竟然布满了先前见过的金色电弧，出奇的坚韧。在过去数个时辰后，熟悉的黑洞出现在马车外，四人便由古荣带着用黑洞开始短距离穿梭，快速朝着星斗大森林方向前进。数个时辰后，一行人抵达了星斗大森林，两位封号斗罗全力释放出精神力探查。很快，一只与韩宇第二武魂适配的魂兽被找到，那是一只巴掌大小、双翅呈乳白色的蝴蝶魂兽。古荣介绍道：韩宇，这是隐灵蝶。韩宇好奇地打量那只小巧的蝴蝶魂兽。隐灵蝶魂兽生性温和，翅膀上的灵纹有让魂力平稳之效，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辅助类魂兽。这只隐灵蝶400年出头，刚好在第一魂环极限之下。谢谢老师。韩宇发自内心的道谢。古荣搭着韩宇肩膀，瞬间来到那只隐灵蝶身旁，隐灵蝶直接被威压震得当场昏死过去，一团乳白色落入韩宇手掌中。宁荣荣凑上来说道：好可爱啊，我们真要杀了他吗？韩宇用一只手盖在宁荣荣眼睛上，同时唤出青竹风云剑，干脆利落地刺向地上的隐灵蝶，点点黄色光点聚拢在隐灵蝶尸体上方，形成一圈黄色魂环。这小子真是天生的魂师啊！古荣满是赞叹。韩宇，按我教你的吸收魂环，我们为你护法。陈星的声音响起，宁荣荣飞快躲到陈星身后，韩宇立刻坐下，调动魂力运转，那枚魂环精准停在他的头顶，将整个人笼罩在内。融合过程出奇的顺利，
只是半炷香的时间过去，韩宇就轻松完成了魂环融合，一枚黄色百年魂环在其脚底环绕。老师，我11级了，不是2个武魂都吸收魂环才能提升吗？古荣疑惑问道。我也不知道。韩宇回答。你的魂技是什么？韩宇介绍道。我的魂技是增幅类，但是只能作用于阵法上，提升阵法100%聚灵速度与持续时间，我称其为引灵。2位老师有些不明所以。韩宇指尖轻点通玄阵盘武魂，聚灵阵重新出世。片刻后，周围的魂力浓度变得深厚了几分。随着他的第一魂环亮起，浓度瞬间翻倍。古荣和陈星瞳孔震惊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。韩宇，你千万不能在任何外人面前使用这个阵法。古荣眼神严肃。韩宇点点头。接下来该去为你另一个武魂寻找魂兽，我会将年限稍微放高一点。古荣说道。4人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徘徊，始终没有找到合适年限的魂兽。商议之后，古荣、陈星2人决定往核心区方向前进。进入核心区域，古荣终于在某个小山坡找到了一只非常契合韩宇的雷虎魂兽。那只雷虎正趴在一块巨石上，通体深紫色，毛发如钢针般根根竖立，其中跳动的电弧让它看起来像披着一层闪电铠甲。古荣指着地面的雷虎说道：“这只雷虎尾巴有着6道纹路，大约600年，擅长短距离内的极限爆发，属于力量和速度兼备的魂兽，与你的青竹风云剑武魂应该相当契合。”韩宇的目光落在雷虎身上的几处伤口，这只雷虎刚刚承受过天雷的洗礼，年限绝非表面之象。老师，雷虎通过雷击进阶后，尾巴会不会对应长出纹路？它好像被雷劈过。韩宇说道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古荣摇摇头，那就换一只啊！见爷爷古爷爷这么厉害，随便就能找到合适的魂兽。宁荣荣说道。走吧。陈星率先出声。等等，杀了他不就知道了吗？韩宇说道。韩宇，你今天倒是给我和老骨头上了一课。古荣大笑。古荣随意抬起手，雷虎就像被无形的大手扼住脖颈，趴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岂料下一刻出现了离奇的一幕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狂风大作，隐约有雷鸣声传来。有趣，这畜生倒是机缘丰厚。古荣将雷虎松开，控制在原地，天雷精准地劈在他身上。雷虎在一道道雷击之下发出凄厉的低吼，随着最后一道电光消失，雷虎身上的伤口消失不见，上面的6道纹路只剩下一条黑线。他进阶成为了千年魂兽。老师，我要他的魂环。韩宇看向古荣。不行。古荣立刻回绝。古荣脸色严肃。韩宇，这可是千年魂兽，第一魂环就尝试千年，这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事情。老古董，你快说句话。陈星并未帮古荣说话，而是认真地看向韩宇。韩宇解释：2位老师，其实聚灵阵在吸收魂环时可以辅助抵御魂力冲击，另外青竹风云剑之中的雷电之力会增强弟子的身体素质，保护经脉不受损，这才是弟子敢吸收千年魂环的依靠。陈星点点头，让他试试吧，我会用剑意护住他的心脉。好吧。古荣点头同意。有任何不适，马上停止吸收。是，老师。韩宇应声。宁荣荣在旁边低声喃喃道：“韩宇，你这个笨蛋，你不许受伤。”韩宇来到昏厥的雷虎身前，在脚下开始布置阵法。除了聚灵阵，他还额外布置了安魂阵和清心阵。韩宇眼神凌厉，青竹风云剑落入他的手中，剑长3尺，通体碧玉，剑身布满金色雷纹，在触碰辟邪神雷的瞬间，雷虎便焦成了黑炭。韩宇将剑尖对准雷虎的眼睛，狠狠捅入，雷虎随即彻底失去了生机。一圈紫色魂环从雷虎的尸体上缓缓升起。韩宇盘膝坐下，他能感觉到脚下的聚灵阵正发挥着功效，魂力正源源不断的在他身边汇聚。韩宇闭上双眼，熟练的将魂环牵引过来，暴躁数倍的魂力涌入他的体内，在经脉之中疯狂乱窜。韩宇竭力的调动着体内的辟邪神雷，感到头晕目眩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钟响贯彻他的脑海，晕眩的感觉瞬间消失，是安魂阵起了作用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生异变，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出现，令他无法维持体内魂力的稳定。接近稳固的魂环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击。韩宇死死地咬住嘴唇，脸色惨白，身子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。他以惊人的毅力硬生生抗住。一旁的古荣正欲出手打断，老骨头，等等！陈星伸手拦住古荣，你看那只雷虎的脑袋，雷虎那具尸体的脑袋此刻竟裂开了一个口子，深处有着一个空缺，这是魂骨。古荣满是不可思议，相信他吧，陈星说道。韩宇猛地睁开双眼，几道金色电弧在眼里闪过，他看到所有物体都好似被放慢了一般，转而扭过头望向一旁的3人，你这小子还真是福大命大。古荣口中责怪，手上却是传过来一道温和的魂力帮他调理身体。经过古荣仔细检查后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下次可不能这般拼命了。陈星走上前，手指轻点韩宇的额头，笑着说道：“剑意的运用，回去我会教你。”陈星用满意的目光看着韩宇。就在这时，宁荣荣、古荣和剑斗罗仿佛被按暂停键，3人一动不动。韩宇睁大了眼睛，